他妈疯了！老子的租期还有半个月，你凭什么砸我的店？凭什么？就凭老子是这儿的规矩。你这破摊位，我小舅子看上了。今天你要么掏出10万块钱的转让费滚蛋，要么老子不仅砸了你的货，还要打断你的腿，让你下半辈子在轮椅上要饭。你做梦！我就是死，也绝不把摊位让给你们这群吸血鬼！死？好啊，给我往死里打，留口气儿就行。什么声音？苍天，你当真要绝我大渊王朝10万儿郎吗？妖物，这该死的妖物！北狄的杂碎躲在暗处放冷箭，我军将士连敌人的影子都摸不到啊！将军，左翼营死绝了，弟兄们被射成了刺猬啊！难道我出战今日，注定要眼睁睁看着3万残军葬身于此，看着北狄铁骑踏脱关隘，屠我中原百万百姓吗？这破收音机漏电了，放的什么鬼录音？丁，检测到宿主陷入绝命危机，符合激活条件，万界交易通讯系统已绑定，空间锚点锁定大渊王朝断魂谷战场，媒介绑定军用收音机。系统跨界。喂，里面那个叫楚战的，你那边是不是看不见敌人？谁？是谁在说话？千里传言，莫非是上界仙人显灵？别管我是谁，老子现在也自身难保。你只要告诉我，你能接得住我送过去的东西吗？仙人，上仙若能降下神风，吹散妖物，救我全军，楚战愿生生世世做牛做马，供奉仙人长生牌位。没有神风，但老子有光。孙强，你不是要砸我的货吗？老子今天就把这些货送给真正需要他保家卫国的人。系统，给我传送。我的眼睛！将军，强了吗？我们看不见他们，没法打。讲，我大渊只有战死的鬼，没有投降的狗。仙人未曾显现，天亡我也。破除，捡起地上的黑铁桶，把红色的按钮按下去，对准射箭的方向。仙气，这是仙人赐下的法器。我的眼睛，我的眼睛融化了！天罚，这是天罚！太阳掉下来了！光是神光，妖物破了，仙人显灵了，仙人赐下了太阳神火。北狄的畜生在那里，弟兄们，给我杀光他们！仙人手段，一指破妖物，神光定乾坤。我大渊有救了！杀光这群畜生！鬼啊！老楚，别急着谢，光能破物，但你们人太散了，让你的人准备接货。老子今天教教你们什么叫现代信息化降维打击。鬼，你会妖法？给我闭上你的臭嘴！老子现在没空搭理你，再敢出一点声音，老子把你塞进收音机里送去古代党建！
老楚，别光顾着高兴，强光手电只能照亮局部。你们3万人被冲散在峡谷里，现在是不是根本没法统一指挥？上仙神机妙算，这妖物不仅遮蔽了视线，更吞噬了声音。我大元军阵全乱，战鼓雷不响，令旗看不见。各营将领各自为战，就像一盘散沙，正在被北敌人逐个击破。系统，连带备用电池全部给我传送过去。前列，退后，都退后！上仙，这是何等神器？这东西叫对讲机，在你们那儿可以叫它千里传烟盒。老楚，拿出一个。看到侧面那个黑色的长条按钮了吗？按住它，说话，说完松开。喂，有人听得见吗？本将处战。喂，有人听得见吗？本将处战。喂，本将处战。将军的魂魄被吸进那黑盒子里了，盒子里有小人，妖术啊！放屁！老子活得好好的。这盒子能把本将的声音传到另一个盒子里去？没错，老楚，别磨蹭了，立刻挑出50个最快的传令兵，带着这玩意儿。有了这玩意儿，你们这3万人就等于长在了一个大脑上，给我把北敌的杂碎包饺子！秦烈，别他娘的磕头了，给老子起来！立刻点50名敢死队，带着这神器，突围去找前锋营、左翼营和右翼营的将军，快！遵命。大帅，刚才大元军阵中突然爆发出刺眼的白光，前去附近的先锋营全瞎了。退下来的人说，大元有神明护体。荒谬！哼，什么神明？不过是某种障眼法的烟火罢了。出战的3万人已经被大雾分割成了几块死肉。传我军令，重装步兵向前推进，把他们分割包围，一点一点给我绞杀干净。左翼营听令，不要硬拼，向右侧山坡后撤50步，把他们放进来。右翼营收到，将军，敌军已进入伏击圈。弓弩手准备，给老子射死他们！有埋伏，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哪儿？大院的人长了透视眼吗？怎么回事？大院的军队为何配合得如此默契？难道他们会读心术不成？前锋营汇报，已突进至敌军中军大战500步外。大渊的儿郎们，仙人赐法，天命在我，打开所有神光，全军突击，活戳呼延灼。全军撤退！仙人扶我顶，结发寿长生。上仙赐下神光破雾，赐下千里传音盒，重塑军魂。我大渊3万将士，今日得以生还，全赖上仙再造之恩。楚战在此立誓，从今往后，我断魂谷3万军民，不敬天地，不跪鬼神，只遵上仙法旨，赴汤蹈仙法旨，万死不辞。这就是降维打击的快感，这就是掌控万军生死的权利。老楚，起来吧，老子救你们不是为了听你们磕头的。我在这边也遇到了点麻烦，现在急需一笔钱救命。你那边有没有什么值钱的古董玩意儿？上仙在天界也有难处，需要黄白之物。什么天界？老子欠了物业8万块钱租金，马上就要被扫地出门了。别废话，有没有？有，当然有。此乃我楚家先祖跟随开国高祖皇帝打天下时御赐的血玉虎符，刀枪不入，水火不侵，乃是无价之宝。秦烈，立刻给上仙送过去。上仙赐命之恩，
莫说一块区区虎符，便是要我处战的项上人头，我也绝不皱眉。检测到高价值跨界物品传送。孙经理，你刚才说要打断我的腿是吧？陆爷爷，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放了你，砸了我的店，毁了我的货，一句错了就想完事儿，你给我在这儿跪着，敢挪动半步，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妖法。哟，这位小兄弟想看点什么？我不看，我卖东西，懂行的出来长长眼。这是包浆浑厚如纸，沁色入骨三分。这雕工，这龙腾虎跃的纹理，我的老天爷，这是真正的千年古玉！而且看这规制，绝对是古代王侯将相才能拥有的顶级兵符。小兄弟，这东西来路正吗？出土的还是传世的，你别管，你只管开价，我急用钱。哎呀，小兄弟，你这玉确实是老物件，但你看这血沁太重，行里人管这叫大凶之物，一般人镇不住啊！我看你也是急用钱，这样吧，哥哥我吃点亏，500万，我马上给你转账。500万？当老子没见过钱吗？你刚才手抖得跟帕金森一样，当我是瞎子吗？既然龙通阁不识货，我换一家就是了。哎，小兄弟留步啊！8000万，一口价，这绝对是整个古玩界的最高价。小兄弟，你若是活当，我立刻给你打6000万；若是死当，8000万，一分不少，现在就转账。死当，8000万，马上打钱。啊，痛快，小兄弟爽快人。有钱了，老子终于有钱了！孙强，你的死期到了。赵董，那个叫陆渊的尊户疯了，他不仅不交租金，还找人打我，甚至在摊位上搞什么封建迷信的妖法。您快带人来看看吧！怎么回事？搞得乌烟瘴气的。赵董，就是那个陆渊干的，他穷疯了，在这里装神弄鬼。我建议立刻把他所有的货扔出大街，永久封杀他。不用你扔，老子自己回来了。陆渊，你还敢回来？赵董就是这个穷粮蛋，快让保安把他抓起来！年轻人，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你交不起租金可以走人，但在我的商宠地盘上闹事，你恐怕是找错地方了。交不起租金，赵董是吧？我今天来不是来交租金的。哦，那你是来干什么的？我来买下这座商城。陆渊，你是不是被我打傻了？买下华天电子城，你知道这栋楼值多少钱吗？把你卖了切成片都买不起一个厕所。年轻人，我这栋楼市价至少6000万，你拿什么买？个十百千万10万百万千万8000万。赵董，6000万，全款马上签合同。这栋楼我买了。哎呀，陆先生，真是真人不录像，录像不真人啊！6000万成交，我这就让法务准备转让合同。陆渊买下了整个华天电子城，那他岂不是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陆老板，我有眼无珠，我不是人。你确实不是人，
赵董，合同签完之前，我要行使一下新老板的权利。陆先生，您随便吩咐。第一，孙强立刻开除。第二，他砸了我的摊位，按原价10倍赔偿，少1分钱，我就让律师告到他倾家荡产。第三，这栋大楼的保洁阿姨今天放假，孙强，给我把从负1楼到顶楼的所有厕所用牙刷一点一点刷干净。刷不干净，你今天别想走出这个门。上小姐，救命！救命啊！怎么回事？乌烟卓去而复返，他调动了北京王庭的底牌，玄铁连环重骑兵。这些怪物连人带马全都包裹在2指厚的精铁重甲里，我们的剑射不穿，刀砍不动。他们就像一群钢铁磨盘，正在把我的兵生生碾碎。刀枪不入，剑矢难伤。他们用铁链连在一起，像一堵铁墙一样朝我们碾压过去。我们的刀剑砍上去，连个白印都留不下。前锋营已经被他们活活踩成了肉泥。上仙，我们要挡不住了。老楚，别慌，他们那层铁皮，在老子眼里就是催命符。你让你的人立刻停止用刀剑硬拼，全部往峡谷2侧的高地撤退。上仙，退不得！这断魂谷地势狭窄，若是退了，北敌的铁骑冲锋起来，便再无阻挡。他们会直接踏破后方的雁鸣关，关内可是有几10万手无寸铁的百姓啊！不退也得退，血肉之躯怎么挡得住钢铁怪兽？你听我的，把路让开，老子给你们送天劫过去。冷兵器时代的重骑兵确实是步兵的梦魇。那2指厚的精铁铠甲，加上战马冲锋时的恐怖动能，简直就是古代版重型坦克。但陆渊可是现代人，物理学常识告诉他，金属是最好的导电体。哎呦我操！抢劫啊！少废话！把你们店里功率最大、电压最高的防爆电击棒全给我拿出来，有多少要多少。我们这儿的电棍都是高压警用级别的，最高能达到500万伏特。这玩意儿碰到人，哪怕是头牛，瞬间就能电晕过去。老子就是要电牛的，别墨迹，快搬！好嘞，好嘞。光有电本还不行。老板，你这儿有没有工业级的绝缘手套，能防高压电的那种？有，配电网工人专用的，1万伏特绝缘。给我拿200副，再给我拿50条高压防狼电击网。杀！做大渊的南毛子麻子，出战！你的神光呢？你的千里传烟呢？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你的妖法不堪一击。将军，挡不住了！重骑兵冲锋起来，咱们的盾牌这就像纸糊的一样啊！老楚，接天劫！快打开箱子！老楚，听好了，那黄色的手套叫避雷手衣，必须戴上，否则你们自己也会死。那黑色的棍子叫雷神鞭，按住那个红色的案子，它就能引动天雷，就挑200个最强壮、最不怕死的敢死队。戴上手衣，拿着雷神鞭，不要砍，不要砸。看到雷神鞭上面那个红色的开关了吗？推上去。记住，只要碰到铁甲，他们就死定了。敢死营听令，随本将赴死！天雷，这是天雷之力！上仙赐下9天雷劫，弟兄们，拿雷霆鞭戳死那帮铁王八！师傅！找死！碾碎他们！妖法！雷霆！他们能召唤雷电！雷神发威了！戳！给我狠狠的戳！
帅，快跑吧！大渊有雷神护体，那是真正的天劫啊！大渊威武，上仙万岁！大渊威武，上仙万岁！给我追，一个不留！老楚，干得漂亮！铁王八的滋味不错吧？上仙神威，震古烁今，这雷神鞭简直是世间最恐怖的神器。北狄的玄铁重骑被电得连亲娘都不认识了。此战过后，北狄蛮族10年内绝不敢再犯我大渊边境。行了，别拍马屁了，这只是第一步。你们大渊的朝廷是什么态度？上仙，不瞒您说，我们被困断魂谷半月，朝廷不仅没有派一兵一卒来救援，反而断了我们的粮草。当今圣上昏庸，他们巴不得我楚会死在这北疆。果然，飞鸟尽良弓藏，古代的戏曲永远都是这个套路。哼，有意思。既然朝廷不给你们活路，那你们还给他们卖什么命？老楚，单干吧。老子要帮你们，在这北疆，打造一个连皇帝老儿都得跪着叫爹的钢铁帝国。你以为你打了胜仗，朝廷就会赏你？信不信？等你回了京城，那个昏君和奸臣第一件事就是褫夺你的兵权，砍了你的脑袋。在老子这里，没有什么乱臣贼子，谁能让百姓吃饱饭，谁能让军人有尊严，谁就是天命。圣旨到，镇北将军处战，出营接旨。哎呦喂，这断魂谷的血腥味可真重啊，熏得咱家头疼。楚将军，听说你不仅没死，还把北狄的10万大军给打退了。咱家在京城听到这消息，还以为是底下人谎报军情呢。末将处战，叩见钦差大人。赖将士们用命，苍天庇佑，侥幸退敌。哼，侥幸！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镇北将军处战，拥兵自重，久战无功。今闻其军中妖言惑众，使用奇技妙巧抗敌，有违天和，着即刻剥夺处战兵权，所拿进京。朝廷不明有查收。什么？我们在前线浴血奋战，死伤无数，才保住了大渊的江山。现在打赢了，居然说我们拥兵自重，还要所拿将军？你做梦！这是上仙赐给我们的救命神器，谁敢动一下，老子活劈了他！反了反了！一群囚兵居然敢造反！出战，你就是这么带兵的？还不把这些妖物交出来，然后乖乖戴上枷锁！你以为你打了胜仗，朝廷就会赏你？信不信？等你回了京城，那个昏君和奸臣第一件事就是褫夺你的兵权，砍了你的脑袋。老楚，这他妈就是你誓死效忠的朝廷？一条没根的阉狗也敢来抢老子的东西！老子花钱买电棍买手电，辛辛苦苦只会打赢的仗，哪来的野猪敢跑来拱白菜？上仙，把对讲机的音量开到最大。老板，把你店里1万瓦双18寸重底音线档音响给我搬2套出来，带无线话筒的。这是什么妖物？老楚，把音响后面的开关打开。对，就是那个红色的。然后所有将士捂住耳朵，退后10步。全军退后，捂住双耳。大渊的狗皇帝，还有你这个死太监，给老子听好了！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救命啊！断魂谷被困半月，
将士们吃树皮喝奶水的时候，你们这帮满脑肠肥的猪猡在哪里？他们拿命换来的胜利，你们这群吸血的马王，这来摘桃子，还要索拿功臣，还要没收仙器，老子今天就让你们知道死字怎么写！出战！在，末将在。你手里的剑是用来保护天下苍生的，还是用来给这帮贪官污吏当狗的？回答我！你想干什么？我可是钦差，你敢赶我，可是大罪！大罪！哈哈哈哈哈哈！我楚家满门忠烈，皆战死沙场，何罪之有？回去告诉那个昏君，还有朝堂上那些狗官，从今日起，我楚战单干了。我断魂谷3万军民彻底脱离大渊朝廷，此地乃上仙之领土，谁敢踏入半步，杀无赦！带着你的狗腿子，给老子断魂谷！将军威武，上仙万岁！大渊已死，断魂当立。这就对了吗？老楚，既然把朝廷得罪死了，那接下来咱们就得面对大渊正规军的围剿了。光靠你们这破峡谷的木栅栏，可挡不住朝廷的红衣大炮。请上仙示下，哪怕是刀山火海，末将也绝不退缩。哼，什么刀山火海？老子给你们搞点现代工业的浪漫。明天让人把峡谷入口的空地清理出来，老子给你们送仙泥和铁骨过去。咱们直接把这断魂谷修成一座连大炮都轰不开的钢铁要塞。仙泥、铁骨。将军，上仙说的这神物，莫不是传说中女娲补天用的五色神石？既然上仙开口，必是能抵挡朝廷红衣大炮的护城神器。传令下去，全军出动，立刻将峡谷入口方圆100丈的空地清理干净，迎接仙宝将士。既然已经造反，退无可退，那上仙就是我们唯一的信仰和活路。老板，高标军速凝水泥先给我来200吨 ，H2B 400级别的螺纹钢筋来50吨，再给我配5台大马力柴油混凝土搅拌机，柴油也给我拉满。老板，您这是要包哪个国家级的大工程啊？这么多货，我这一个仓库都快搬空了。少废话，我要修一座连大炮都轰不开的钢铁长城，马上安排重卡装车，送到西郊那个废弃的采石场去。系统开启最大限度传送阵。这就是仙泥。将军，这不就是最细的灰土面子吗？风一吹就散了。这玩意儿能修城墙，怕不是连一场雨都挡不住啊！还有这些铁棍，虽然坚硬，但粗细不过2指，拿来做长矛都嫌重。怎么可能挡得住红衣大炮？休得胡言！上仙赐物，岂是你我凡夫俗子能看透的？然后把那灰土面子倒进那几个钢铁巨兽里，加上沙子、碎石和水。老子教你们怎么启动机器。别怕，那是仙兽在帮你们和泥。把搅出来的灰浆全部浇灌到你们编好的铁骨架里去，填满，一点缝隙都别留。将军，这不就是烂泥巴吗？这软塌大炮，我一脚都能踹个窟窿出去。老楚，去试试硬度。将军，小心伤了手，这泥巴墙恐怕一剑就劈塌了。
这不是泥巴，这比精铁还要硬啊！点石成金，化泥为铁，这才是真正的仙法呀！有此等神强拱卫，就算是天雷劈下来，也休想伤我断魂骨分毫！本帅还以为楚战这逆贼修了什么铜墙铁壁，哼！你们看，那城墙竟然是灰白色的，连一块青砖都没有，分明是拿泥巴随便糊上去的。看来楚战是真的穷途末路了，连石头都开采不起。就凭这种泥巴墙，也想挡住我朝廷天威？神机营听令，把那30门最新铸造的红衣大炮全部推上去。本帅把那道泥巴墙轰个稀巴烂。众骑兵准备，墙一踏，立刻冲锋，踏平断魂谷。将军，那可是红衣大炮，能开山裂石的重器，咱们这仙铁墙真的能扛住吗？上仙赐下的钢铁之躯，岂是凡间的炮仗能撼动的？所有人退后隐蔽，点火！这不可能！红衣大炮连青石城墙都能一炮砸穿，那灰泥墙怎么可能连个坑都没砸出来？妖术！楚战会妖术，那墙是妖怪变的！哈哈哈哈哈哈！红衣大炮，在上仙的仙泥铁骨面前，连给老子挠痒痒都不配！就这点威力，老子还以为多牛逼呢！实心大铁球砸钢筋混凝土，简直是拿鸡蛋碰石头。老楚，被动挨打不是老子的风格。既然他们喜欢玩炮，老子今天就教教他们，什么叫现代热武器。让弟兄们准备好，接老子给你们送的天火流星！天火流星，老板，把你们这儿最大口径、装地量最猛的专业高空礼花弹全给我搬出来。老板，您要那种大型庆典用的12寸甚至16寸的高空礼花弹？那玩意儿可是微奖品。别废话，老子就是要威力大的。不仅要礼花弹，我还要你给我配最厚的无缝钢管当发射筒用。钱不是问题，我马上就要货。在阵型密集的古代战场，这就是死神的镰刀。系统全部传送。老楚，听好了，你们古代的红衣大炮打出来的都是实心铁球，那叫物理攻击。老子今天给你们送的叫高开发弹，是范围魔法攻击。现在让人用沙袋把那些黑铁管固定在城墙上，炮口斜向大军的中军大路，然后把那个圆球塞进铁管里，引线留在外面，准备点火。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给本帅继续轰！本帅就不信这世上有轰不塌的城墙！把所有的火药都填进去！本帅更强！赵括老贼，你打完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大渊的将士们，让这帮朝廷的走狗见识见识上仙的怒火！点火！呵呵，怕什么？就算砸下来，也不过是砸嘎几个人。5颜6色的火，这是什么火？这是什么火？天火，是天上降下来的神火呀！不，这不是打仗。上仙神威！天火焚城！老楚，发什么愣？继续放，把剩下的100发全给老子打光！遵命，继续装填，点火！好啊，留下来就是送死！断魂谷有真神庇佑，谁打谁死啊！大帅，快走吧！再不走就没命了！
发财了，咱们这回真发财了！朝廷大军跑得太快，辎重全丢了。咱们缴获了完好的战马1万多匹，粮草50万担，还有那30门红衣大炮，全归咱们了。最关键的是，咱们零伤亡，连个崴脚的都没有。不可得意忘形，这一切都是上仙赐予的。传我将令，将朝廷大元帅赵错的中军大帐给本将翻个底朝天，把里面搜出来的所有金银珠宝、古玩字画，还有最好的战马1000匹，全部集中起来。吃水不忘挖井人，这头一份也是最丰厚的战利品，必须献给上仙。丁，检测到海量高价值跨界物资传送请求。我操！上仙，这是朝廷大军留下的部分辎重，凡将自作主张，将最珍贵的宝物献给上仙，以报答上仙的救命与赐法之恩。还有1000匹战马，只要上仙需要，末将立刻传送过去。老楚，你这是把大渊朝的国库给劫了吧？马你们自己留着组建骑兵。至于这些金银财宝，老子就勉为其难的收下来。有了这笔富可敌国的财富，他在现代将再无任何掣肘。脱下盔甲，拿起锄头，老子明天给你们送现代杂交水稻，送发电机过去。老子要把你们这断魂谷打造成古代第一个实现电磁化的超级赛博伯克要塞。这贼老天，今年的风怎么刮得跟刀子似的？可不是嘛，这才刚入冬，护长河里的水就结了一层薄冰。我听城里逃难来的老人说，这是大旱之后必有大寒，今年恐怕是个100年难遇的白毛风寒冬啊！将军，情况很不乐观。朝廷大军退走时，为了泄愤，烧毁了附近几座山头的林木。我们现在连取暖的柴火都极度匮乏。是啊，弟兄们的冬衣在之前的突围战中早就丢光了。缴获的物资里虽然有粮，但布里和棉花少得可怜。若是真遇上100年极寒，咱们这3万军民，5万张嘴要吃饭，5万具身体要御寒，压力如泰山压顶，只能祈求上仙垂怜了。外面降温降得这么快，老楚，呼叫老楚。上仙，末将在。上仙可是有什么法旨？我这边下雪了，你们那边是不是也降温了？弟兄们冬衣够不够？上仙明察秋号，断魂谷今年遭遇极寒，柴穴断绝，将士和百姓们正缺衣少食。末将正愁不知该如何熬过这个冬天。缺衣少食？早说啊！老子现在穷的只剩下钱了，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那还叫问题吗？让弟兄们把城墙底下的空地腾出来，老子今天给你们送温暖。老板，你这儿最厚、最抗冻的军大衣有多少？我这库房里还有5万件现货，全包了。还有配套的雷锋帽、加厚棉手套、高弯防寒军靴，全给我配齐。对了，再给我来5万床10斤重的加厚大棉被。好嘞，马上安排装车。上仙显灵了，仙人赐下御寒神物了。将军，这包裹里全是绿色的长袍，还有这黑色的帽子，这又厚又软的垫子。老楚，让弟兄们把那绿色的长袍穿上，那叫防寒军大衣。帽子戴在头上，把耳朵两边的毛放下来系紧。不可思议，衣服里面仿佛藏着一个小火炉，不断的散发着热量。不可思议，热！将军，我竟然出汗了。这等厚实保暖的衣物，即便是大渊的皇帝老儿也未曾穿过呀。仙衣，这绝对是自带3昧真火的仙衣。陆渊，快！立刻分发下去，城中百姓负重老绕优先。娘，我不冷了，这绿色的仙衣好暖和呀。上天赐衣，
上仙大恩大德，我们永世难忘啊！老楚，衣服穿暖了，接下来该解决吃饭的问题了。我听你说，外面的地都冻硬了，什么庄稼也种不活。是的，上仙，大雪封山，土地冻得像石头一样，就算有种子，也无法发芽。我们现在的存粮虽然能熬过这个冬天，但若是明年开春青黄不接，谁说冻土种不出庄稼？老子今天就给你们开开眼界，什么叫现代农业科技？李研究员，上次我托你搞的那些高寒抗冻作物种子准备好了吗？陆总，您要的货都在这儿了。这是我们农科院最新培育的极地1号抗寒冬土豆。这种土豆极其耐寒，只要土壤不在零下10度以下，切成块埋进土里就能活，而且生长周期极短。最重要的是，只要肥料跟得上，这玩意儿的牧产保底能达到5000斤。5000斤的牧产，在古代人眼里绝对是神话级别的存在。除了土豆，再给我装100吨复合肥过去。上仙，这些黄色的土块是何物？这散发着刺鼻气味的白色沙林又是何物？那黄色的叫土豆，是鲜粮，让人把它们切成块，每一块上面留个芽眼，直接埋进雪地底下的泥土里，把那白色的化肥撒在旁边。老楚，记住了，有了这玩意儿，你们断魂谷以后就彻底告别饥荒了。这玩意儿的筹产保底5000斤。什么？猛产5000斤？上仙莫不是在寻属下开心？大渊最好的江南头田，丰收之年也不过区300斤啊！5000斤，那岂不是满地都是粮食？没跟你们开玩笑，不仅产量高，而且这玩意儿抗寒抗冻，淀粉含量极高，吃不完还能拿来酿酒做粉条。从今天起，发动全军和百姓，风雪开荒，种鲜粮。传我将令，今日起，全军脱下战甲，拿起农具，风雪开荒，种鲜粮。上仙万岁，鲜粮万岁！待我断魂谷，便要让这天下人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天府神国。衣服穿暖了，饭也吃饱了，接下来就该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现代工业文明了。老楚啊，你们在黑暗里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是时候迎接光明了。将军，发芽了，鲜粮发芽了，在极寒的冻土中长出庄稼，这在大渊的历史上绝对是神迹。上仙真乃神人也，上仙诚不欺我，有此鲜粮，我断魂谷居民再无饥囊之忧。老楚，土豆种下去了吧？现在让弟兄们把断魂谷后山那条瀑布底下的空地清理出来，老子今天给你们送个会吐光的雷兽过去。会吐光的雷兽，会吐光的雷兽。好大的铁疙瘩！上仙，这就是雷兽吗？什么雷兽？这叫水力发电机。老楚，看到机器前面那个像风车一样的巨大铁轮子了吗？固定在瀑布降方方，让水流冲击那个铁轮子。然后看到机器后面那些黑色的长条了吗？把它们拉出来，顺着你们的城墙和街道，一路挂在木杆子上。天亮了，太阳出来了！不，这不是太阳，是那些琉璃果子在发光。没有火，没有油，琉璃竟然能凭空发出比太阳还亮的神光。将军，这些黑色的绳子，还有这些透明的琉璃果子，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上仙说，这叫电线和灯泡，能把黑夜变成白昼。虽然本将也不懂，但上仙之言必是神迹。上仙万岁，光明之神万岁！弟媳，将军，北敌人的骑兵，好多骑兵！哼哼，呼延灼这老贼，竟然还敢来送死！
猛火油！北敌人想用抛石机把猛火油砸进断魂谷，火烧峡谷。猛火油一旦燃烧，水瀑不灭。断魂谷地势狭窄，一旦火势蔓延，里面的人全得被活活烧死。出战！本帅知道你有妖枪有雷法，但你的雷法能挡得住漫天大火吗？本帅今天带来了整个北狄王庭所有的猛火油，要把你们全部烤成熟肉。抛石机准备，点火，放！隐蔽，快隐蔽！如果让这些陶罐落入城内密集的居民区，后果不堪设想。妈的，老虎不发威，当老子是病猫！玩火是吧？老子今天让你知道什么叫现代高压水炮洗地。老楚，接大货，老子给你们送人工降雨机过去了。老楚，别愣着。看到那10个红色的钢铁怪兽了吗？把他们推到城垛口，炮口对准城下的抛石机，然后把那些黑色的粗管子一头接在水炮的尾部，另一头直接给我扔进你们城里的蓄水龙池里。快，猛火油要落下来了！敢死营，推仙器，接水管。上仙，布置完毕。这仙器如何激发？看到水炮侧面那个红色的启动按钮了吗？按下去，然后双手握住炮管后面的把手，对准那些玩火的杂碎。给老子开炮！不可能，这怎么可能？炮石机全毁了！哈哈哈哈哈！痛快，太痛快了！北狄的杂碎，你们不是喜欢玩火吗？老子今天给你们洗个冷水澡，洗一洗你们身上的洋膻味儿。撤，快撤！停！上仙为伍，水龙灭世，有上仙庇佑，我断魂功天下无敌。上仙赐下的法器真是层出不穷，每一件都拥有毁天灭地的神威呀！老楚，这算什么毁天灭地？机操无六罢了。既然这帮北狄人这么喜欢来送人头，那咱们断魂谷的防御体系也该彻底升级了。有着坚不可摧的钢筋混凝土城墙，有能召唤天雷的电击棒，有能喷射水龙的消防，还不够。上仙还要升级？当然不够。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老子不仅要让断魂线变成铁桶，还要让它变成一个刺猬，谁敢碰一下都会后悔。老楚，你们那儿现在不是通电了吗？明天让人绕着断魂谷的城墙外围打下一圈木桩，老子给你们送1万米超高压脉冲电网过去。我要在这断魂谷外布下一道真正的雷池，我看以后谁他妈还敢越雷池半步！哼，雷池，自古以来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一句形容极其危险的成语。但上仙的话，显然是要真真切切地布下一片由雷电交织的死亡禁区。上仙法旨，莫敢不从。陆总，您要的1万米超高压脉冲电子围敛合金线，以及配套的10台大功率脉冲主机、电力器警示牌，全部备齐了。这玩意儿电压极高，一旦触碰，瞬间就能肌肉痉挛，丧失行动能力。您用的时候可千万小心啊！放心，我心里有数。老楚，看到那些白色的陶瓷疙瘩了吗？把它们钉在木桩上，然后把那些银色的铁线一圈一圈的绕在陶瓷疙瘩上，拉紧，记住线和线之间要隔开1尺的距离，千万别让它们碰在一起。干活的时候必须戴上我给你们的绝缘手套。老楚，合上主机电闸。上仙，这就行了？行不行？马上就知道了。你让人抓头野猪或者狼过来，扔到网上试试。
我的老天爷，这铁丝网上竟然附着无形的雷霆之力，碰一下就死了。这就是雷池，有此等看不见摸不着，却能瞬间杀敌于无形的雷霆结界。别说北敌的骑兵，就算是天兵天将来了，也得在外面乖乖跪着。老楚，让人在电网外面立上牌子，写上雷池禁区，处置必嘎。从今天起，断魂谷的防御体系彻底成型。外有雷池电网，中有钢筋水泥城墙，内有高压水炮和强光致盲。你们现在已经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1级要塞了。不过，光有防御还不够，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既然你们已经脱离了大元朝廷，那咱们就不能只当个缩头乌龟。老子要让你们断魂谷成为这个时代最耀眼、最富足的超级帝国。请上仙赐教，我断魂谷军民愿为上仙赴汤蹈火，开疆拓土。开什么疆叫什么土，打打杀杀的那是野蛮人干的事儿。老子要教你们的是降维级别的经济与工业霸权。第一步，咱们先从轻工业和农业深加工搞起。老楚，之前让你们种的土豆长势如何了？回上仙，仙粮长势极其喜人，那些绿色的藤蔓已经铺满了雪地，看着长势，再过1个月必将迎来大丰收。很好，土豆这玩意儿吃多了容易腻。老子今天给你们送一套土豆淀粉加工流水线和酿酒设备过去。我要让你们断魂谷产出的水晶粉条和高纯度伏特加成为整个天下最抢手的奢侈品，把朝廷和周围那些国家的金银财宝全给老子赚过来。废物，全是一群废物！10万大军去平叛，竟然被楚战的3万残兵打得全军覆没。赵括那个蠢货竟然说楚战会妖发，能召唤天火流星。皇上息怒，微臣以为赵克虽然兵败，但其所言未必全是虚假。那楚战必定是得到了某种奇人异事协助，拥有了极其犀利的火器。但火器再强，也有耗尽之时。断魂谷地区偏僻，物资匮乏，微臣建议立刻下令封锁断魂谷方圆500里的一切商道，严禁任何一粒粮食、一块生铁流入断魂谷。楚战不是拥兵自重吗？微臣倒要看看，没有了朝廷的补给，他那3万人是吃石头还是吃泥巴？不出3个月，他们必将不战自扩。准奏，传令天下，封锁断魂谷，违令者满门抄斩。封锁我们，不准一粒粮食、一块生铁流入断魂谷。老楚啊，老楚，这大渊的皇帝懒儿，脑子是被驴踢了吧？在绝对的商品代差面前，任何行政封锁都是一张废纸。只要利润足够大，那些封锁我们的朝廷官员，自己就会变成最大的走私善妇。上仙，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用咱们的水晶粉条和高纯度伏特加去砸开他们的防线。不过，光有这2样还不够震撼。老子今天再给你们送3样降维级别的奢侈品过去。鬼啊！这叫玻璃镜。老楚，派几个机灵点的弟兄，带着这些东西，去接触那些负责封锁你们的朝廷将领和地方贪官，告诉他们，只要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外面的商队进来交易，这些仙家至宝要多少有多少。事实证明，对人性的拿捏精准到了极点。大元朝廷以为傲的铁壁封锁，就成了一个千疮百孔的笑话。皇上，微臣死罪，国库空了。你说什么？市面上现在全是从断魂谷流出的仙家奇物，王公贵族、富商巨豪为了争抢一面镜子、一坛良酒，甚至变卖家产。天下的白银如今有80%全都流入了断魂谷啊！咱们大渊的通宝铜钱，现在连买个烧饼都没人要了，经济彻底崩溃了。
朕的经济封锁不仅没有饿死断魂谷，反而让他们用奇技苗窍把大渊的经济命脉彻底抽干了。传朕旨意，请全国之兵，朕要御驾亲征，哪怕是把大渊最后一点这家底拼光，朕也要踏平断魂谷，夺回那些仙气。半个月后，大渊皇帝率领着东拼西凑出来的20万皇家禁军，浩浩荡荡地杀向了断魂谷。这是大渊王朝最后的底蕴，也是皇帝最后的豪赌。然而，仰望着前方的景象，集体陷入了死一般的呆滞。原本荒凉的峡谷，此刻已经被一座极其庞大、充满着冰冷金属质感和未来科技感的超级要塞所取代。这是天庭降临人间了吗？大渊的皇帝老儿，你不是要踏平我的断魂谷吗？睁大你的狗眼看看，在现代工业文明面前，你们所谓的皇权算个什么东西？天兵天将，是天兵天将下凡了！降者生，抗者灰飞烟灭。没有任何悬念的碾压，仅仅是赛博朋克要塞的视觉冲击和无人机群的心理震慑，就彻底击溃了一个封建王朝最后的脊梁。大渊已亡！哈哈哈哈哈哈！今日末将处战，携天下万民恭迎上仙登基。从今往后，这天下只有一个名字：神渊帝国。上仙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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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岁！干杯，我的赛博帝国！